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探索知识，我是贤哥。今天讲埋藏在波罗的海深处的秘密。我们都知道，大海一直是个神秘的地方，即便从500年前人类就开启了大航海时代，可直到如今，依然有95%的区域人类对其一无所知。陆地上的人类总是向往着海洋的美丽，可真正出海探险的人们却时刻面临着各种危险。但即便如此，人类还是没有退缩，只为了找到埋藏在深海的秘宝。而位于欧洲的波罗的海便是探险家们最爱去的地方。这片海域位于北欧和中欧中间，四周有许多欧洲小国，可本应该成为旅游胜地的它，却因为全年狂风暴雨，气候又恶劣无比，导致有无数的探险队被这片大海吞没。但这沉船多了，人们就更加感兴趣了。每年都有无数的打捞队来到波罗的海，想要把沉船里的宝贝给捞上来。在2001年，就有一支名叫宝藏猎人的团队，当时利用最先进的声呐技术来到波罗的海中央，想要大赚一笔。但沉船没有找到，却发现了另一个宝贝。他们在水下100米的深处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圆盘，圆盘的直径超过60米，高度在8米左右。更古怪的是，圆盘的周围都是平坦无比的海底，凭空出现了一个圆盘，想想都觉得诡异。而圆盘的身份更是一个谜团。这60多米的宽度比一般的民航客机都大，而且表面还特别光滑，怎么看都不像自然形成的。有科幻迷就开始猜测，这会不会是一架 UFO？ 本来他们想下去看一看，但发现的时候已经临近晚上，只能先打道回府。但还是一时嘴痒，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记者。记者一听也很兴奋呢，立马就登报发头条，一时间引发了许多关注。当时人们纷纷猜测，这个圆盘的真实身份时，一个地质学家跳了出来，给大伙儿泼了冷水。他表示，波罗的海环境特殊，某些地方生成天然气，天然气被释放出来，带出了大量气流，气流吹起了沙子，就和喷泉那样不断向四周堆积，长年累月下来，就形成了一个圆盘。但即便这样，宝藏猎人也坚持相信自己的观点。趁着天气比较好，他们重新回到了那里，先派出了一个潜水艇下去看看到底是什么。可潜水艇才来到80米的位置，还没看得清圆盘，就突然间失灵，怎么也恢复不了。人们只能将其回收上来。不仅如此，船上的各种雷达还有各种通讯设备也通通失灵。更奇怪的是，当他们把船往前开个200米后，一切又恢复了原状。一旦回到圆盘正上方，信号就通通消失，好像圆盘里有什么东西把他们的信号全部屏蔽了。这机器坏了，只能使出杀手锏，派了一个专业潜水员下去。潜水员头上带着个灯，游到圆盘面前，拿出一个锤子，想要弄下一块带回去研究一下。氧气罐也不知为何突然吸不了氧，潜水员拼命呼救，这才被救了回去。回到船上之后，潜水员换了个装备，再次进入水底。这一次比较幸运，成功带回了一块，还拍了照片上传到网上。这一传，网友全部炸锅，但地质学家又跳出来说，这就是普通的火山岩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但也有人站出来反驳说，最近的火山离波罗的海有1000公里，哪来的火山岩？为了搞清楚石头的身份，他们立马拿去化验，结果一出来，再次震惊所有人。首先，这块石头根本不是普通的火山岩，再来，里面含有了许多稀有金属，比如说钛和锰。与其说是一块石头，不如说是一大块金属。而且它还不是自然形成的，有人工合成的痕迹。但更离奇的是，科学家发现里面有些成分很可能是来自15万年前。那个时候人类文明都没有，这金属又是怎么来的呢？有些人就想到了古代核战争，就是说几十万年之前，地球上也存在着高度发达的文明，只是因为过于发达，核武器哪个国家都有，最终引发了核战争，毁掉了整个地球文明。但想要证明这块石头是那个时候人类的产物，首先还要证明在几十万年之前确实存在先进文明。这时候另一个假说也出来了，一个历史学家提出，这很可能和美国有关，
因为在美苏冷战时期，为了防止苏联对欧洲的渗透，美军就派出大量海军往波罗的海里面扔下了许多潜水探测器，而那个巨大的圆盘很可能就是一个探测器。探测器里面一般都有干扰器，这样一来，船只的信号被全部屏蔽，似乎就说得通了。另外一个假说则扯到了纳粹。二战时期的德国科技发达程度远远领先世界各国。德国战败之后，科学家都被抓到美国，有人就告诉军方，有一支科学小队正在研究所谓的飞行器，飞行器的样子就和那个圆盘差不多。另外一边呢，在对石头分析成分的同时，那批宝藏猎人也没有闲着，继续利用声纳技术拍下更多相片。而在最新的照片里，他们发现圆盘的尾部后面有很长一条轨迹，计算了一下长度，竟然有整整4000米，好像有什么力量把圆盘拖着走了一路。于是他们顺着轨迹来到了轨迹的尽头，结果又发现了一条新的轨迹，跟着继续追踪，结果发现了另一个圆盘。这两个圆盘长得差不多，且相隔距离只有200米，于是就有人猜测，这会不会是 UFO 坠毁摔到海底之后变成2片？而这件事一爆出来，有一个美国记者就想起来自己曾经采访过一个飞行员，飞行员曾在波罗的海执行任务，任务进行到一半时，地面突然联系他，在他的正北方出现一架不明飞机，让他进行驱逐。但当他飞过去一看，发现根本不是飞机，而是一个圆形物体。看到飞行员的飞机不到几秒钟时间就飞到了1万米高空，飞行员不甘心的也跟着往上飞，结果跟着目标就突然失踪了，而那个不明物体很可能就是在海底发现的圆盘。不仅仅是这个飞行员，还有另外一群人也看到了不明飞行物的存在。就在1982年，一艘渔船从波兰出发，行驶到波罗的海中央时，驾驶员突然发现船的正上方停着一架飞碟，飞碟的体积比船还大，还闪耀着诡异的白光。驾驶员赶紧跑进船舱，叫醒了所有船员，来到甲板上看，所有人都看到了飞碟的模样，但还没来得及拍照，飞碟又瞬间升空，回到岸上之后就开始到处讲这件事，还凭着记忆画出了飞碟的模样。画中的飞碟和海底的圆盘十分相似，这个圆盘是外星飞船的可信度又是增加了不少。讲回那批宝藏猎人，他们为了捞出圆盘，又拍了许多清晰的照片。从照片上，我们可以大致看出来圆盘的模样。就有人发现圆盘上面有许多沟壑，沟壑还是直线型的，这和亚特兰蒂斯文明的文字也有一定相似之处。但至于圆盘的身份到底是外星来客还是海底文明，估计还需要个几十年才能把它打捞上来。等到了那一天，估计也就真相大白了吧。那大家觉得这个圆盘是外星飞船吗？欢迎大家下方留言讨论哦。喜欢的点波关注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